天是2025年10月10日，然后晚上9点多吧。然后我们也是刚刚结束了舞蹈基础的一个课。然后最近呢，我们这个舞蹈基础特别难，因为我们最近呢是跟 A 班一起上嘛，所以难度会有很大提升，所以偶尔会有一点点动作有一点糊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也是进步了很多啊，因为这个A 班的同学真的是实力很多。然后呢，就是我们前几天不是一起去外面团建了嘛，就是晚上一起吃了火锅，然后去别墅玩了一会儿，然后还给猴王子和美满哥过了生日，非常开心啊。然后第二天虽去了熊猫基地，虽然还人没有我之前去的那么多，但是我们走了40分钟路就看到3、4只熊猫，但是那儿的风景确实非常的美啊。还有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天我们中午饭吃的那个面馆，真的是非常的牛啊！它那个米线嘛，不是开始端上来的时候嘛，它那个不是完全淹没在汤底下，结果过了5分钟，我边吃，但是边看外面那个外面那个行人嘛，然后忽然我回头一看，那个面它直接冒出去，你知道吗？它那个面直接膨胀到就是难以置信的那种程度，就已经冒出碗去了，真的非常震惊啊！然后呢，就是我马上也要回去休息，那就这样了，拜拜。放学了。哦嗨，今天刚刚放学了，非常愉快呀。今天非常轻松，因为就只有2节主课，下午也都是副课和自习课，所以我中午就回来了，还可以在家里面吃个饭。所以你现在是回家对吧？对，要回家。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有趣的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们今天老师给我们出了一张数学卷子，然后要给我们考试，因为我们已经把数学1、3单元学完了。那个卷子还挺难的，然后题量也挺大，关键是它需要它有很多那种派的运算，都已经算出来什么10万、100万的了，要花很久吧。我们班就只有几个人做完了，我还差一道应用题就做完了。本来是今天午自习老师要给我们时间做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明天早读去做，因为要回家嘛。然后我去换一下衣服，我就可以吃饭了。换好衣服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吃饭了。这次考核不是考完了吗？你对这次考核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呢？我对我的舞蹈还挺满意的，这次台上发挥的感觉有点超常发挥了，但是呢，声乐其实发挥的不是很好，因为毕竟是第一个上台嘛，很紧张，然后就是开头都很颤，然后低音也有一点点虚，有点压了，然后就声乐有点不是很满意。还有那个团舞，我觉得我们当时抠的不是很细，导致台上可能跳出来有点乱。表情管理其实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些。如果对下次月考你有什么新的小目标吗？我觉得我的声乐状态要更加放松一点，不要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要更松弛，更有台风一点。舞蹈我觉得就是可以多加一点手臂的控制和切分，也可以多加一点。表情管理可以做得更到位，和队友们之间配合也可以更默契一点，动作整齐度也要提高一些。那如果你用3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性格，你会用哪3个词呢？我觉得我有一点机灵古怪的，比较活泼开朗吧。其实最后还可以加上比较沉着吧，沉着冷静。那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自己的性格呢？
蜂鸟，因为它们其实很可爱，我很喜欢它们。它们其实也非常聪明，有自己的智慧，知道如何去那种采集花蜜什么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很可爱，比较机灵小巧。对，在5代整个团队里面，你想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我可以担当在那种团队合作中比较给力的吧。我觉得就是要做好自己，然后不要拖大家的后腿，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那你觉得你在团队里面是哥哥还是弟弟的角色呢？肯定是弟弟啊！目前我在成都是第2小的，然后，对，所以比较小吧。然后大家也都挺照顾我的。那你觉得你在团队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担当？我觉得我是活泼和可爱的担当，对。那这是生活上嘛？如果是技能方面的，其实都是大大小小都会，但是都不是那么的精通吧。我觉得其实都还好。那你每天到公司训练，你有没有偶尔会觉得特别累？哦，周2和周6都特别累，因为就是周2我从早上7点半到学校，然后4点1时放学，我要去上我的语言表演课，后面吃完饭，然后就直接去公司，在训练量晚上9点半过，真的很累。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坚持下去。之前都是下午1点的课，然后留给我的自由时间比较多，但是呢，现在改成了上午。下午我还有一些课，然后晚上还有一些功课，还要温习，这周学过的内容，就挺累的。那你是怎么样的排解这种累的呢？我觉得其实就是晚上洗个热水澡，然后好好当天晚上早点睡，然后早点起来，第二天就会元气满满。我一直都是这样做吧，所以可以很有效的缓解压力。平时回家都是谁做饭给你吃啊？就是中午，除了周4、周5，然后周6、周天都是在学校吃的。周内一般中午都是我奶奶做饭，下午有可能是我妈，有可能是我奶奶，然后周6、周天都全是我妈在做饭。有特别喜欢吃的食物吗？有，我就很喜欢吃清蒸鱼，还有一种就那种，它其实也不算个很有名的菜吧，就是我妈经常都会做那种把青椒丝、土豆丝、肉丝，然后还有很多那种菜的炒在一起，特别好吃，我一直都很喜欢。喜欢吃折耳根吗？好喜欢吃，喜欢吃凉拌的折耳根。Hello， 大家好。看样子才睡醒的样子。对，然后但是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早，所以呢，今天早上还是挺有精神的。那你今天准备带着我去干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要一起去骑行，因为这儿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早上骑车非常舒服。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公益，比如说帮阿姨捡一下垃圾，然后捡一些小树枝，我们可以搭一个昆虫屋，我觉得非常有趣。那今天是谁陪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是我的爸爸妈妈一起陪我来。好吧，那你现在就带着我们去做吧。好的。
早上骑车好舒服呀！这需要推一下。成都最近不是在禁烟嘛，但是呢，这桥头上还是有很多烟头，所以今天来，帮助这些阿姨们一起来清理一下。最近也是好久不见了，然后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最近有趣的事情，好像就是我们最近很多的放假时间非常好玩，但是呢，最近训练也是挺累的，因为马上我们这儿，待会儿也要去上班，要去训练了，所以最近日程就排得很紧。虽然很累，但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那最近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技能或者新的一些歌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听了非常多的歌，但是呢，这些歌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就很多都是 Jessie J 的歌，很多我都唱不了，他们包含的技巧非常的多，需要的条件也非常的苛刻。50米后右转。对。之前有和爸爸妈妈一起出来这样骑行过吗？有，然后之前那次非常的累，因为我们从早上7点过骑到了晚上8点过，很有意义，因为我感觉我自己那天突破了。之前呢，骑行的时间都非常的少，但是呢，那天就骑了很久，我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体会到了骑行的乐趣。好，最近月考不是刚结束吗？对。你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分别是什么？我不满意的地方呢，其实挺多的，因为感觉这次没有发挥好，稍微有一些紧张。感觉声乐部分还是我的台风不够好，不够自信，动作也要大方一点。在舞蹈方面，我觉得还是进步了挺多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腿部力量，就像老师说的一样，需要更控制，因为我的腿现在有一点点飘，然后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那你比较满意的点是什么？我比较满意的就是舞蹈的手部的控制，和我整体的形体可能要比上次好一些。你们月考不是马上又到来了吗？那你这一次的小目标是什么呢？我这一次的小目标是让我的声乐，让我的肢体动作更打开一点，声音也更放出来一点。对，因为上次有一点拘束感觉。这条桥上的垃圾其实已经捡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地点吧。先要去搭一个属于昆虫们的一个小家。我们先去收集一些原材料，比如树皮、树叶什么的。然后呢，树皮大概应该就是在这些树底下的草丛里面，我们去看一下。这就有这还有树枝。我觉得树皮已经够了，现在去捡一些树枝和叶子吧。树枝，哇，这全是叶子。
这儿有一些叶子诶。这有一些树枝。我觉得原材料已经够了，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下。我们先戴上手套。因为我们大概是把5个这样的竹筒先捆在一起，然后在里面可以塞上一些树枝、树叶、树皮之类的，然后呢，昆虫就可以在里面安家。我们先找一捆麻绳，然后把它拉开。等一下，我们先搞一下子。哎呀，别，我给你，对，你扎起来。这个树枝好香啊！好香啊！第一个好像完成了，然后呢，现在要往第二个里面塞一些树叶。有一些虫子它会喜欢比较阴冷的环境，比如说，然后呢，它就会钻到这些洞里面来。然后呢，这些树叶是有一些虫子，比如它们需要的养分。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树枝，它可以成为一些小昆虫的家，因为里面可能比较暖和。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洞，要往里面塞一点点树皮。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给它挂一个牌子在上面。写这个牌子，它可以让，比如说路人他也可以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于是他们也会参与到其中，让我们的生态更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牌子挂上去。我觉得还是挺完美的。然后呢，先让我们去放一下它吧。这个我们可以放在这里。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放完了。今天你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就做完了，然后你给今天做一个总结吧。今天呢，我们做了还是挺多事情的，一起出
出去骑了车，在绿道上一起骑车，然后早上我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去帮助这些阿姨们一起清洁了一些地面。我看地上还是有很多烟头的。那我们还做了一个昆虫的家，然后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态变得更好，今天非常有意义。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做什么？接下来要去公司上课了，又要开始忙碌一天了，加油！现在我们一起来吃一下饭吧。这个小包子看起来非常好吃。你平时早餐一般吃什么呢？一般吃抄手、饺子、包子，一些饼，或者我爸给我做一些小披萨。Hello，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我现在抽一下今天穿啥衣服。你竟然不赖床？我不赖床，赖不赖床就是一还没起来。然后戴眼镜那我要换衣服。好。OK， 换好衣服了，我们去洗漱吧。你早上就只吃一块蛋糕吗？我还有其他的面包，有法棍，还有吐司。你马上吃完饭准备去做什么呢？可能要练一下琴，或者是背一下单词。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这样吗？差不多。
好，现在就是有一个固定环节，就是你要在纸上画出舞台上的你自己。舞台上的我自己。嗯。我画技有点不是很高，我丑哈。没事。画好了。你画好了吗？你可以给镜头展示一下。OK， 但是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个画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呢，在台上肯定是闪闪发光的，然后内心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在舞台上展现最好的一面，但是呢也是很紧张，所以有点小流汗，然后呢手里会握着麦克风在大声歌唱。然后你还要在这张纸上写下一句话，就是送给5年后的自己。5年。写好了，加油！5年后的你一定闪闪发光，能够为大家带来美好的歌声和快乐。那时的你肯定已经长大，能够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更好的一面。相信你自己，努力成长吧。这是比较小的时候，这是对，这个是很小的时候了。这个也是他们那个合唱团在四合节，就是刚刚拍的那个，他们是那个金奖获得，童声组的那个，然后他们那个西部国际童声合唱节，他们那个蓝蓝的梦获得一个3等奖，也是他们在合唱团的时候的奖状。PT 的等级证书，语言艺术3级，23年参加的那个成都市的童声组的人才大赛。走到哪里都一直都带上的。是他出生就有的小熊？他就很小，他妈妈就给他买了一个，虽然不是很好哈，但是他就一直每天晚上睡觉必须要有他。然后这个是陪伴他最久的事，有几次差点掉了，然后从酒店让他们快递回来，在外面玩。从这个出去了没有他是不行的，这个应该是他最亲近、最心爱的小熊熊。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oo. Yeah,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I'm fine. That's good to hear. Did you eat you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Yes, I already did. What did you eat for breakfast? Some. Today I ate some bread and a little cake. A few years later, and settled in Paris. Several artists there, including Picasso, was beginning to experiment with new forms, less realistic and more abstract. The new approaches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arsila after she returned to Brazil. Okay. Okay, goodbye for now, Sam. Take care and have a great day. Goodbye. 稍微等一下哈，马上就下楼啊。好，谢谢。1、2、3搭4搭，节奏。1、2、3搭4搭，对吧？
的倾听，听我听不到的你。这我们要一起上，律动了啊！因为他们已经上过一遍。看到曾看不见的画面，听到听不见的声线。那天有我这么努力，在你离开了我以后，曾经的我太过自私，只照顾我自己。曾经的我，曾经的我，摘下不懂得你的心。现在的我一天天在改变，明明你不在我身边，却因为你而改变，因为你给的爱。这个调怎么说呢？有点卡你的声，声一个应该所有人都 OK。就现在就说你的，因为我要给你配你的，比如说合音部分，你俩是安排这个合音部分，要么到时候看 solo 部分是你来还是风刃来。行了，没啥，你这只是律动不是很熟而已。调如果原调对于你们另外3人来讲就会太淡了，你们声音是出不来的，你刚刚自己感觉到了，就会虽然不至于很低，但是会你们的声音是不出彩的。所以既不能因为选者一个人埋掉你们，也不能因为你们3个人 OK 埋掉他，我们就只能取中。所以现在看就是怎么样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调，分词儿、分句、分合音和这个 solo 都 OK 的，我都可以给你分出来。但现在就定调这个问题。让他们穿衣服更有效。好，今天的一天又结束了啊！你对自己今天一天的生活做一个总结吧。就感觉今天真的挺累的，然后，但其实在家里还算是轻松嘛，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说弹一下钢琴，学习一下，比如说上一下英语课。但是呢，在公司就非常累。今天的体能课就是小明老师的，就非常的累，因为小明老师真的体能很严。然后我们今天声乐课也是练了很久，我们那个声调那些事情，然后也一起决定。然后今天回去晚上估计还要再练一下那个声乐的分词，再唱一下，再听一下，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好，那你觉得你今天收获到了什么东西？今天其实就收获到了很多的，比如说舞蹈技巧，因为今天是那个小明老师唯一一次过来指导我们这个 solo， 因为这舞就是他编的，所以他肯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舞蹈一些细节的处理，所以就感觉跳的 solo 感觉比之前更好。然后高峰老师过来也抠了一下我们的团舞，然后感觉也跟齐了，主要是那个 dance break 的地方跟齐了。然后就是今天声乐课也是学到了很多的，比如说乐理知识，因为马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一下，就比如说声调如何来表示，然后之类的理论知识，也收获挺多。那你像你每天就这样往返到家、公司，然后你还学校，对，经常这样往返，然后你有没有偶尔哪怕一次觉得特别疲劳的时候？有，就是在三亚回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累，然后也是在家休息了几天再去上学的，因为那几天本来就是很忙，每天起得很早，然后睡得也很晚，所以依然会比较累，然后回来也是还要继续再补上落下的课程，所以那天就真的有点累。那你像偶尔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样去排解它呢？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喜好，做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看一下自己喜欢的综艺啊，弹一会儿钢琴，然后听一会儿自己喜欢的歌，好好的睡上一觉，我觉得就会缓解很多。你平时自己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啊？我平常一般喜欢听 Beyonce 单依纯的歌，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欧美的风格，然后单依纯那种处理气息或者处理这种咬字的方式，然后他的音乐我也很喜欢。
好，现在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们不是这一次荣耀嘛，参加那个荣耀新音，你们所有的人大家一起都公开了。你参加完这次荣耀，就是公开完之后和公开之前，你对荣耀这个词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对于荣耀，之前呢，我是觉得它是一种赞美，它是一种对于我们的称赞。然后现在我觉得荣耀它其实是对于我们辛苦努力换来的一个成果，一个奖励。那你觉得你们作为最小的一代师弟的一个身份参加那个荣耀，你觉得你们是沾了荣耀的光，还是为荣耀注了一些新的力量？我觉得其实是为荣耀注了一些新的力量，也是在舞台上展现了很好的一面，为这个新音荣耀注入了新的一份力，就是我们5代一起在台上一起露面。就作为你个人哈，你为这个增加了什么样的力量？其实为它增加了一点活泼，因为我本来就其实还挺外向的，比较活泼好动，比较可爱。技能方面呢？技能方面其实就是歌声，因为我声乐本身就底子要好一点，所以其实在荣耀上也唱响了新的一种声音，属于我的声音。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成为就加入 TF 家族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练习生这个身份？有了解过我们10代的2代师兄、10团师兄，对，了解过。那你有没有听过外界对练习生这个身份的一些评价？有听过，就是有的说练习生很活泼向上，很积极乐观。那你是怎么加入 TF 家族的呢？我就是在声乐机构在那里唱歌，被我们10代的一些工作人员发现，然后就过来面试，过来考核，然后最终加入了10代。那你刚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你一开始对练习生这个身份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就是未来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然后在观众面前展现很好的一面，带来美妙的歌声，还有很有力很好看的舞蹈。那你现在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怎么来理解 TF 家族练习生的这个身份？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然后所有人都互相包容，然后所有人一起互相成长，一起扶持，然后一起向上，一起努力，然后为了更好的自己而拼搏。那你希望你的粉丝们怎么样去定义你们5代练习生？就觉得我们5代活泼可爱，积极向上，可以在舞台上给观众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正式成为那个 TF 家族5代练习生之后，然后你们不是公开了吗？这个之前和之后，你的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和在学校的生活，或者是在公司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改变？就比如说在公司训练的时间更长了，因为在没有公开之前都是只在周末上班，然后现在周中也加了课，也更多和小伙伴们有相处的时间。然后在学校我学习也会更加用功，因为本身回家复习的时间就更少，所以更要在学校更加认真。在私人生活方面，我的生活会更加的有节奏感，更急促，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一些影响？就公开前和公开后，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你这个人了。就比如说好的地方就是能让更多人知道我，然后能让更多人了解我，这是我很喜欢的。其实有一点坏处就是在学校会经常有一些人过来骚扰，但是我其实完全不用管他们，就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就其实比如说在外出的时候，平时就开开心心和家人一起出去玩，然后什么都不用考虑。然后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人偷偷摸摸的跟着，所以出门要戴好口罩，其实要注意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回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偷偷跟着，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对，你接下来准备去做什么呢？大家就准备睡觉了，
因为比较困，今天比较累，在公司训练的时长也比较久。好，拜拜。